夫君，姐姐昨日难产而亡，你既如此痴情，就去殉情吧。毒妇！你知道的，我最是人美心善。你既对姐姐念念不忘，我很乐意成人之美。不客气，她死后，我养大了她的庶子，扶持宋家门楣，活到了80岁，寿终正寝，儿孙满堂，哭成泪人。我就是太善良了，老天都感动。于是，我这是回到了订婚日。我宋家只会迎娶真正善良的女子，绝不会让恶妇进门。看来他也知道了。我宋临安今日当场退婚。魏延，你这个蛇蝎女人，上一世就是你亲手毒死了我。好，既然宋公子心意已决，我亦不会强求。祝宋公子尽照觅得良人，子孙满堂。别以为还能蛊惑我，上一世你害我性命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上你当。临安，你胡说什么？父亲您不知，他魏延私下里那副狠毒心肠，我今日就要让满城都知道，他就是个蛇蝎心肠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你这个混账！宋公子既然说我是毒妇，又说上一世如何，想来是做了个噩梦，入了魔障。我不怪你。你别给我多事！临安这孩子今日读书读迷了心，魏兄，言儿实在对不住。这婚事退了。这，我魏家女儿还不至于被人当众羞辱到这种地步，还死皮赖脸。宋公子既然心有所属，强求无益。说着，父亲看向了角落，那里站着的正是宋临安放在心尖上的女人，我的庶姐。魏公，临安今日胡言乱语，实在对不住魏姑娘。这2处商铺便当作给魏姑娘的补偿，请务必收下。父亲，宋家既然是一片真心，想让彼此安心，女儿若是拒绝，倒显得魏家小气了。宋叔叔安心，这补偿我收下便是。小姐，那宋临安离开魏府后，竟在大肆造谣污蔑您的名声，现在满城都传您是恶妇。随他去吧，这一世我不再检举宋家大义灭亲，日后新帝登基，我看谁能饶过他们。不是我不救，是他不给我机会。二小姐，婢子已知晓大姑娘与宋公子之事，婢子心中实在愧疚。这些是连夜缝制的4季新衣，您莫要嫌弃。姨娘费心了，只是有一句我得劝劝姨娘，那宋临安此人见异思迁，并非良配，您可要好好劝劝长姐。宋家迟早会被连根拔起，我那美貌如花的姐姐凭什么去送死？难为你一心替你姐姐忧心了。应该的。我见不得别人去送死，前脚刚真心实意的劝说姨娘，让她顾及宋家日后的祸事，谁能想到她后脚就安排姐姐跟宋临安去私会了。小姐，您这般人美心善已经尽力了，是魏若小姐自己不听劝，非要往火坑里跳，她日后若是死了，可半点怨不得您。唉，我就是太心软，既然我这么心善，就没理由不成全这对怨偶。今日请诸位姐妹来，像是瞪眼睛，说是带大家看一出精彩的好戏，想必绝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天哪，这不是宋公子和魏家的庶小姐吗？退了嫡女的亲，竟然私下里跟庶女搞在一起。又是你这个毒妇！魏延，你居然……宋公子，你怎能如此污蔑我？我见你们两情相悦，特意请大家来做个见证，往后魏宋两家便能一亲，让你得偿所愿，迎娶心爱之人。我是一片好心。我
一片真心祝福，没成程两竟成了宋少子眼里的驴肝肺。听说了吗？那宋灵安之所以退婚，是因为早就跟魏家树小姐暗度陈仓了。可怜魏儿小姐被这两人联手欺骗，竟然还在帮他们说话，真是太善良了。求大家别再骂了，不关姐姐与宋公子的事，你们要骂就骂我一人就行了。魏延，你别演了！都怪我不好，没能早点成全你们。可是，真心相爱的人又能有什么错呢？魏二姑娘，以前听信谣言，总以为您，今日一见，才知您不仅貌美，更是心善宽厚。是啊，被宋家退婚还如此大度，真乃女子楷模。小姐，您瞧，您那恶妇的头衔莫名其妙就被摘了，如今这京城的公子哥们都在夸您呢。唉，我也没做什么，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发展到这一步了。莫非这就是老天爷觉得我这人太善良，给的善报？小姐，那宋灵安发了疯，竟在外面扬言要让魏若小姐当正妻。她可是皇后的亲侄儿，太子的表弟，这身份简直是把魏若小姐捧到天上去。难怪姐姐这2日虽然被祖母施了家法，还被断了嫁妆，却依旧哭哭啼啼非嫁不可。想必是感动坏了。您当真不劝劝宋家那火坑？我这般心善的人哪能干棒打鸳鸯的事儿？况且在宋公子和姐姐眼里，失去性命算什么？那真爱才是最大的，真爱万岁嘛！姨娘，后厨的用度亏空了不少，查来查去，这银子都进了您的兜里，您怎么说？是我拿的，那又如何？二小姐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。我的女儿即将高嫁国公府宋家，那是未来的国公夫人。魏家不肯出嫁妆，您就去贪没府里的用度，那是自然。魏家这群铁公鸡不肯给，我只好自己东拼西凑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，等日后我女儿过了门，她和女婿定不会放过你。原本我是想帮您的，既然姨娘如此有底气，那我这当小辈的倒是不好再插手了。瞧瞧，这些人都爱假善良，不像我，我是真的打心底里替长姐的高嫁感到高兴。小桃，你瞧瞧，当初她还是我母亲的陪嫁婢子，却在母亲有孕之前就爬了父亲的床。本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能学得几分善良，谁知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这种被主求扬的事，哪能指望她善良呢？姨娘，做人呐，过于傲慢是会毁了自己的。我如何能眼睁睁看着你自甘堕落？你少拿当年的事压我，我女儿可是要嫁给……姨娘对嫡女不敬，乃嫡庶不分。如今魏家是我长家，你对长家人无礼，是不通礼教。来人，掌嘴！魏延，你敢！我女儿可是……长家小姐教训人，你也敢直呼名讳？姨娘，你也不用谢我，放心，我会将你调教好的，一切有我，出不了岔子。这下可老实了，看他还怎么高价低取的显摆，这样才对嘛。这一身的刺被我拔光了，姨娘也就清醒了。嫡是嫡，庶是庶，莫要僭越了才好。小姐，您瞧，大婚在即，魏若小姐这动作，莫不是有了？姨娘这些年为了让她讨男子欢心，恨不得将她养成那弱不禁风的扬州瘦马，身子骨纤细成那样。这要是男子们的确喜欢她这样的娇美人，可她这身子骨真怀了胎，那就是一尸两命啊！小桃，府里还有3位堂妹没有婚嫁，魏若小姐先前退婚私会的事儿，已经让家里姑娘们蒙羞了。如今若是再传出未婚先孕的消息，那堂妹们以后的婚事可全完了。小姐，您得拿个主意。既担心她的性命，又不能不管堂妹们的未来，思来想去，唯一的法子，走，跟我去见见我的好姐姐。
长姐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若敢伤害我的孩子，我就死在这里！阿姐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女子20岁之前生育，本就对身子不利。况且你身子骨被姨娘养得如此柔弱，万一日后难产，可如何是好？我凭什么？我与你都是父亲的女儿，就因为你是嫡出，你凭什么处处欺压我？难道我的命，我孩子的命，在你眼里就这么卑贱吗？小姐，您瞧瞧他那样子，您好心去劝他倒好，把您当成杀人凶手了。我是真的心累。任何关系一旦耗尽了所有热情，都是会后退的。阿姐，那你好生保重，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的阿姐。小姐，您当真不管他了？那要倒了，日后若是……我也只能言尽于此。日后我大弟也只能给他收尸了。那几位堂妹也是没良心的，哼！先前还跟着外人一起嚼舌根，笑话小姐嫁不出去，背地里说您是克夫的恶妇。眼下他们也该嫁不出去了。魏若这般未婚先孕，思乡受损，魏家姑娘的名声早就被他败坏了个干净。您这个长房嫡女，明明一心想着拯救他们，想保住魏家的门面，可他们倒好，竟没一个领情的。良善之人总是被辜负。罢了，罢了，回屋吧，我累了。小姐，宋公子一听说魏若有了身孕，急得跟什么似的，这大婚的日子硬生生提前了半个月。为了给长姐全了颜面，宋临安不惜自掏腰包准备嫁妆，奈何他一人之力有限，这数量终究是寒碜了些。奇了怪了，以往宋家办喜事全归云起，今儿个怎么大半都说身子不适？先父进门得按咱们宋家的规矩来。来人，把火盆烧晃些。这为什么要跨3次？规矩就是规矩，跨！二小姐，大姑娘刚进宋家门，就遭了那婆婆的苛待，明明怀着身孕，硬是被逼着跨了3次火龙，那火头窜得老高，差点把大姑娘的裙摆都给烧着了。还没拜堂就给下马威，宋家也太欺负人了。我那前世的婆母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当初唯有我这般性子，才能勉强镇得住她。长姐这般柔弱，如今是真的跳了火坑了。小姐，您就是太心软，这会儿还替她担心。真爱啊，果然最是误人。小姐，您瞧宋公子那得意样，总算是如愿以偿把人娶进门了。他弥补了前世遗憾，我自然真心替他欢喜。您就不生气？他先前那样污蔑您。我这人向来不记仇，尤其是对一个几年后必死之人。他剩下的好日子不多了，我何必计较？姐夫，看你这神色，这几日是没睡好吗？贵言，旁人不知你的真面目，我却一清二楚。收起你那副伪善的面孔，少在我面前装好人。林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在魏家。我看着你这副样子就觉得恶心。你以为这一世你还能像以前那样摆布我吗？小姐，听说这2日御史台在弹劾宋公子呢，说是连带着太子表哥都被他牵连了，难怪他火气这么大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他这2日过得确实不顺心。姐夫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没有来日方长。你
天地良心，我到底是哪里毒了？我这一片真心劝他及时行乐，窦娥都没我冤枉。小姐，宋公子这人向来记仇，奴婢听说他回去后就开始疯狂报复您了。外面好不容易转好的名声，又被他造谣污蔑的不成样子。他也就这点本事了，无法对我如何，便只能在背地里嚼舌根。可满京都现在又开始传您是恶妇了。无妨，让他传去吧。我素来大度，不与这种人计较。您就是太善良了。人生苦短，他既然没几天活头了，我便全当是行善积德，让他过过嘴瘾。小姐，边关的消息传回来了，二皇子带着5万兵马坚守至今，可听说宫里那位皇后和太子表哥忌惮的紧，竟然在暗中设计断了前线的粮草供给。二皇子虽是最后夺嫡的赢家，可这登基之路也当真是历经千辛万苦，眼下他怕是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若是粮草断了，那5万将士可怎么办？二皇子若是出了事，那宋家那帮人岂不是更嚣张了？我虽胸无大志，却是个经商的小能手，我无法直接动用魏家的公银，但我这些年积攒的小金库倒是派得上用场。小姐，你要动用自己的私房钱支援二皇子。总之，先卖二皇子一个人情，现在救了他的命，将来也好讨我自己的命。祖母，父亲，妍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好孩子，快别哭了，有祖母在，谁还能欺负了你去？原本属于我的婚事，生生被长姐抢了去，如今名声又被坏成了这样，满城都说我是恶妇，妍儿心里苦啊。那个宋灵安实在是欺人太甚，看你养的好女儿，她如今倒是高价享福去了，你让其他魏家姑娘如何自处？老爷，既然如此，妍儿便去庄子上为家里祈福，也避避风头。好孩子，难为你了，去吧，快去吧。东家，各处商铺的物资皆已备好，药材、米油、肉脯、棉衣，凡是您交代的，统统准备齐全了。小姐，这么多东西，咱们要是给边关送去，那可是救命的功劳。东家平日里给咱们的赏赐厚，弟兄们办事自然卖力，绝不敢耽搁。既然东西都齐了，咱们怎么还不启程赶往边关？二皇子那边可正缺着呢。急什么？古人云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体肤。二皇子既然是天选之子，若不让他多吃点苦头，又怎能显出我这份雪中送炭的珍贵呢？小姐果然还是那个大善人，连二皇子的心智磨练都替他考虑周全了。那是自然，我这也是为了他好，多磨练磨练，将来坐那个位置才稳。小姐，二皇子快撑不住了，咱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他怕是真要魂归西天了。急什么？我缓缓来迟，也是为了考验他的心性。若没这份磨练，他以后怎么坐得稳江山？小姐，时机到了，救人！二殿下，臣女魏延来搭救你了。小姐，这支流箭差点就划破了二殿下的眉毛，若是再偏半分，这只左眼怕是就瞎了。保住了就好。前世我看他面相贵重，若是毁了眉毛瞎了眼，终究是不美。小姐，其实以二殿下的本事，就算没咱们，他迟早也能脱困吧？有我没我，他都会脱困，但有了我，他至少能多一些温暖，不是吗？魏延，魏延，魏延，是你救了本王。殿下总算醒了，你与臣女一样，皆是心善且懂得感恩之人。看您醒来，臣女这颗心总算放下了。殿下受苦了，人在最危难之际，总容易露出柔弱的一面。臣女实在心疼殿下。你为何会出现在这虎狼之地？殿下莫怪，臣女的商队刚好路及附近城镇，听闻殿下正与敌军拼死对抗，
粮草却迟迟不至。臣女既有物资，便想前来助殿下一臂之力。若是没有你，殿下快别说这些了，殿下可一定要养好身子，再将敌军一举歼灭。这大好的山河还等着殿下呢。你有话想说？确实，有句话，臣女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外面都传本王暴女，魏姑娘竟不害怕？传闻终究是传闻，臣女只相信眼前的殿下。魏姑娘方才说有话不当讲，不妨直说。其实是臣女之前在京中无意间窥听到了宋临安与太子的谈话，原本臣女是不想当这个告状精的，可眼见殿下受难，臣女实在是不忍。他们说了什么？宋公子与太子商议要暗中克扣边关的粮草，臣女将此事说出来，纯粹是为了防止宋家一错再错，而且殿下作为受害者，总归是有知情权的。不过殿下放心，既然朝廷不给，臣女愿以私财筹集物资，定会竭尽全力助殿下赢得此战。你竟然愿意做到这一步？臣女说过，臣女是个心善之人，最瞧不得英雄受辱。魏姑娘大恩，本王铭记于心。殿下不必挂怀，既然殿下如今已能下榻行走，伤势已无大碍，那臣女也该辞别了。这便要走了？臣女终究是女子，在军营待得太久，总归不便。殿下，这些药材、米粮和冬衣，臣女便全部留下了，望殿下善加利用，早日凯旋。魏延，待本王凯旋之日，定会亲自登门道谢。小姐，您瞧二殿下，咱们都走这么远了，他还在那儿看着呢。您这次可真是下了血本，大半个身家都留给这军营了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前世我富可敌国，那位帝王之所以一直对我包容有加，不就是因为我每年都会奉上一半的营收充盈国库吗？这么说来，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咱们小姐可都是二殿下的金主大人呢。他是个明白人，懂得感恩。边关的总算解决了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小姐，边关的事都办完了，咱们不赶紧回京，怎么反倒往这附近的小城镇钻？回京不急，此次出来走这一趟，我并非仅仅为了二皇子。那咱们来这是找谁？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小姐，这傍晚时分守着棺材铺子，怪瘆人的。等个人。你这个败家玩意儿！若非看在你那死鬼老娘的份上，老子早就打死你这个丧门星了，还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赚差价！那是凭我本事谈下来的生意。闭嘴！老子是你继父，就是你的主子，在这铺子里每一文钱都是老子的，你也敢私吞？小姐，那孩子被打得也太惨了。我等的人到了。姑娘，咱们在这冷风里蹲守大半天了，腿都站酸了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么个脏兮兮的小子？是啊，奴婢看他除了挨打，也没瞧出什么特别的。小桃，你可别小瞧了他，他在赚钱这方面，怕是比我还要厉害。萧左，上辈子我最头疼的劲敌，可惜他野心太大，起事后不懂藏忌惮，落得个脑袋三别的下场。他是大才，而我最是惜才。饿了吧？萧左，棺材铺掌柜的继子，你娘现在有了小儿子，满心思都在那小的身上，根本不会顾你的死活。可我瞧得出来，你是个天生会做买卖的，只要你想，你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甚至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是个大善人，见不得明珠蒙尘。吃饱了，我带你走。萧左，你不该留在棺材铺，你也不该留在这种旱寒之地，你应该去往更广阔的天地，成为你自己想成为的人。我这样的人也能去广阔天地？只要我想就能。萧左，今后跟了我，我让你飞黄腾达，但前提是你得忠于我，绝对的忠诚。只要能离开这里，命都是您的。姑娘，您对他可真大方，又许前程又许富贵的，您真打算让他帮您管生意？我要独占大庸的商道。萧左这辈子不该是我的劲敌，
他只能是我的麾下猛将。可您让他签这种死契，日后他要是真成了大才，会不会怪您断了他的自由身？小桃，你不懂，这泼天富贵往往也是滔天灾难。我让他当小弟，其实是在保护他。保护他？当首富的危险，还是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。至于他，安安稳稳的在我麾下做事，岂不更好？姑娘，您可真是个活菩萨，事事都替他考虑周全了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这人呐，就是心太软。按手印吧。走吧，回京。姑娘，咱们回京这一路，您命人掘地3尺，把这城外的乞丐窝翻了个遍，到底在找谁啊？姑娘，找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温如玉。擦擦吧。主子，你为何这般在意那个女孩？是啊，姑娘，这女孩瞧着也就普通，您训练了萧左近1个月，也没见您对她这般细致。小桃，你且记着，这世上有些人是生来就带着泼天富贵的。富贵？就凭她叫温如玉，是当今相府流落在外的真千金。不久之后，她会回到相府，宠冠6宫，成为最尊贵的妃子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未来的儿子会是大雍未来的太子。我这般在意她，你说是为了什么？原来竟是这样贵重的人。我救他于泥淖，送他回云端，这份恩情足够保我魏家3代荣华。姑娘放心，银两已经送去了城外的乞丐窝，按您的吩咐，一个没落下。主子，救下他也就算了，为何还要送银子给那些乞丐？自然是要提前解救他，不留半点后患。萧左，因为我心善，见不得旁人受苦受难。姑娘您瞧，这温姑娘洗洗打扮后，竟真有几分千金大小姐的气概。好姑娘，你受苦了。那相府姨娘简直丧心病狂，竟敢偷换良宝，将你这个真千金扔进乞丐窝，自生自灭。我可见不得这种惨事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还叫什么姑娘？往后你便唤我阿姐，今后姐姐会护着你。阿姐。怎么了？主子，为什么他能喊你姐姐，而我却只能喊你主子？姑娘，这萧左也太得寸进尺了。您救他一命，又教他本事，他竟然还想跟真千金温姑娘比身份啊！他前世可是我的劲敌，这辈子我当然得压他一头。若真让他起事，就凭他那不懂藏锋的野心，最后终究逃不过一个死字。我这是在救他呀！怎么，让你喊我一声主子，还为难你了？主子打得好，是我僭越。真是个刺头。走吧，若非我这样的大善人，谁会收留这种不知好歹的刺头？姑娘，你离京这段日子，那宋临安邪门得很，竟凭着几分运兆立了几次功劳，如今在朝中倒是重新扬眉吐气了。立功？他不过是利用那些前世的记忆讨巧罢了。还有一桩事，宋夫人为了打压大姑娘的势头，亲自给宋公子纳了一房小妾，今日便是那小妾进门的日子。那小妾可是那位？正是。姑娘，那宋公子纳妾，您怎么倒操起心来了？小桃你不懂，那位小妾前世曾在我身边伺候了整整60年，直到我80岁合眼。她是极稳重的，那不是挺好的？进了宋家也算有个归宿。宋家如今看着风光，实则内里已烂透了，又无我护着，她进了那虎狼窝可如何是好？尤其是她那个孩子，若是生在宋家，绝不会有好下场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要阻止这场悲剧。我是个大善人，可见不得我那旧人往火坑里跳。轿子留下，人带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可是国公府宋家的。姑娘，对不住了，我们主子请您换个地方享福。姑娘，您抢着小妾回来，难不成真要养着她？虽说她确实生的一副好皮相，难怪宋夫人看中她能生养。她可是京中出名的豆腐戏师，这般美貌，若是进了宋家那火坑，
可惜了。可他如今是宋家要纳的人，咱们能藏多久？他原本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小木匠心上人，前世我曾听说，那小木匠为了守着他，一生未娶，就在他夫家当了一辈子的苦工，只为能远远看他一眼。竟有这般感天动地的痴情种！既如此，我这般大善人务必要成全他们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我就算死，也要守着你的。好了，时辰不早，莫要再哭了，快些上船南下吧。再不走，宋家搜捕的人就该到了。这些银子足够让你二人在江南落脚。魏姑娘大恩大德，小的没齿难忘。走吧，去江南做回真正的夫妻，从此隐姓埋名，莫要再回这上京是非之地。姑娘，我那家人眼里只有银子，为了卖女求荣，就要把我往死路上送。今日若非姑娘，我这辈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恩公救命之恩，我二人无以为报。若有来世，我二人一定给您当牛做马。那倒是不必了，我这人做事向来不图什么回报。你们快走吧，江南路远，趁着夜色离京才是最稳妥的。看见没？人活于世间就要多行善，只有良善之人才会有好报。阿姐，我懂了，那小木匠和豆腐细香以后一定能过得很好，这都是阿姐积的德。主子，我也明白了。姑娘，咱们今天这又是救人，又是散财成全姻缘，想必又是积了不少大功德。甚好，今天又积了功德，连这江风吹着都觉得顺畅了不少。罗丈，你还真把自己当颗菜了，一个外世子还敢声称是将军府的子嗣？就是将军府的名声也是你能攀附的。从小爷胯下钻过去，小爷今日就放过你，否则打断你的狗腿。阿姐，那少年被打得好惨，咱们快去救救他吧。再等等。主子，这少年瞧着虽傲，但已是绝境，您不出手，是想看他钻过去。萧左、如玉，你们要记住，真正的磨难是成长的养分，若不让他记住这一刻的耻辱，他日后如何能真正成长起来？住手！又是哪路神仙敢管小爷的？朗朗乾坤，天子脚下，尔等竟敢如此当街羞辱将军府的后裔，眼中还有王法吗？嘿，你们哪房的敢管将军府的事儿？给我往死里打，打到爬不起来为止。好好教训教训他们，这些人才能长记性，往后才懂得怎么做人。你叫罗兆是吧？既然将军府容不下你，往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。是。姑娘，您救那个豆腐侍娘我也就认了，可这罗赞不过是个被将军府厌弃的外世子，救他回来还要带在身边，这不是平白招惹将军府吗？哼，主子眼光向来毒辣，想必这小子也有过人之处。真是个好孩子，小桃，你且看着吧，他终有一日会手握重兵，成为这大雍的定海神针，有他庇佑，我们的商业版图才能在这大雍无限扩张。你瞧，那一座座金山银山，这会儿不正冲着咱们微笑呢吗？主子深谋远虑，萧总明白了。娘，您听说了吗？那宋临安刚纳进门没几天的豆腐喜娘，竟然没皮没脸的跟个野男人私奔了。哎呦，自然是听说了。那宋家现在乱成一锅粥，宋夫人脸都气绿了。到底还是咱们大姑娘福气厚，不仅赢了那一朝，现在在那宋家更是没人能越得过你去。是啊，当初有人还口口声声说宋家是火坑，我看啊，是某人自己没福气消受，才酸溜溜的咒我吧。姑娘，你明明知道那豆腐西施是……闭嘴，给足他们骂我的机会，让他们说个痛快。为何啊？毕竟这种机会以后真的不多了。二姑娘，虽然你是嫡出，可如今名声坏透了，这退婚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哪家正经公子敢登门？我看你啊，这辈子都难嫁出去了。二妹妹最出一桩新鲜事，竟然从外面捡了3个乞丐回来，不知情的还以为咱们魏府改行做善堂了呢。二妹妹，你从几时开始喜欢上捡破烂了？太嚣张了，做人怎么能这么坏呢？我这般良善之人，若不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真想提醒提醒他们。
姐姐说的是，我这人呢心肠软，既然在姐姐眼里他们是破烂，那我这当妹妹的收留了，也算是替姐姐替魏家积点阴德。积德？捡几个叫花子回来就能积德？二姑娘，你莫不是被宋公子退婚刺激的疯魔了吧？二姑娘，你听听，这启儿穿上新衣裳也遮不住那一身的穷酸气，你捡这种货色回来，也不怕淹糟了咱们魏家的门楣？就是，这种没爹没娘的贱种，也就二妹妹当个。总算来了，我那一封密信，丞相夫人看来是看进心里去了。哎呦，这是哪位夫人？如此无礼，闯我魏府！我的亲生女儿，岂是你这贱婢嘴里的启儿？夫人，您是？我苦命的孩子，我是你娘啊！相府千金，怎么可能？我那相府的周姨娘，她竟敢趁我生产虚弱，调换了她与我的女儿，还把我儿扔到这城外的乞丐窝。若非魏二姑娘密信告知真相，我竟不知我的骨肉在受这等苦楚。周姨娘那个贱人，我回府定要发卖了她，让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活不成也死不了。听说了吗？夫人今儿个要收魏家二姑娘当义女呢。可不是吗？魏姑娘救了咱们真千金，那可是相府天大的恩人，这赏赐怎么都不为过。妍儿，若非你施以援手，如玉不知道还要在乞丐窝受多少苦。经此一事，你便是我们整个相府的再生恩人。夫人言重了，妍儿不过是做了该做之事，往后我便收你当我的义女。如玉是你的亲妹妹，这相府便是你的底气。妍儿见过母亲，姐姐，如玉虽然回了相府，但如玉最亲的还是姐姐。往后如玉会时不时来看姐姐的。好姑娘，你有这份心，姐姐便心满意足了。姑娘，如今您成了相府的义女，温姑娘又这般依赖您，这笔买卖咱们真是赚大了。这算什么？小桃，你且记着，她可不仅仅是相府的千金，那她温后事，她可是几十年后这大雍最尊贵的太后娘娘啊！救她于泥淖，送她回云端。我这人啊，就是心太软，见不得平事，这也是我这大善人应得的善报。姑娘，这批新筹备的伤药与冬衣，已按您的吩咐，尽数暗中送往二皇子军中了。做得很干净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该暗中运送的物资，咱们继续运送过去，千万不能断，更不能让京中那些眼线瞧出端倪。是，属下这边去安排。姑娘，这是二殿下刚刚派人快马加鞭送回的回信。姑娘，二殿下这回信里又跟您说了些什么？能说什么？这信里的字里行间啊，都在阐述他是如何感激我。这倒也是，咱们送过去的可是雪中送炭的救命东西，二殿下若是不感激，那才说不过去呢。姑娘，那咱们该如何回信？我只回复他不必言谢。啊，姑娘，咱们大把的银子和药材送过去，您怎么还叫他不必言谢？这什么回报都不要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他？傻丫头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只有你不要任何回报，他日后才会给的更多。这是为何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更何况是那位志在天下的殿下。你若主动讨要，那不过是一场等价的买卖；可你若表现得无欲无求，他心中的愧疚与感激便会成倍积压。等到大局定下，他能给的可比你现在要的要多得多。原来姑娘是在这儿等着呢，姑娘这样的心思，奴婢佩服。不过我不要报答的主要原因，可不是为了那些，那是因为什么？自然还是因为我为人善良，见不得旁人受苦受难。是，姑娘是天底下头号大善人，不然嘞？姑娘，这半年来，咱们的医馆、武馆、酒楼开遍了整个京城。您广纳贤才，如今这事业版图是越做越大了。不过是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罢了。那是，如今外面那些人提起您，个个都得尊称一声魏老板。奴婢瞧着，大家伙早就忘了您曾是被那宋临安退婚的女子了。外面忘得干净，咱们却不能忘了正事。算算日子，今日是我那庶姐生产的日子。正是今天，奴婢听说宋府那边一早就开始请稳婆了。可大姑娘那身子骨本来就被姨娘养得柔弱，胯骨又狭窄，生这胎怕是难免生产困难，真是凶险。毕竟同出一脉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出事。去，带上咱们医馆里最好的郎中，随我登门。魏爷，你带着个外男郎中堵在我宋家门前是何居心？我宋府今日不欢迎你，赶紧滚！姐夫，我能看见你的鼻毛。
哎呀，好端端的如玉公子，还是御前红人呢，怎的半点都不注意仪态？你这毒妇又想闹什么幺蛾子？姐夫，长姐今日发动，我知她生产艰难，故而特意带来了咱们医馆里最好的郎中，只求能助她顺利诞下灵儿。姐夫为何这般不近人情，非要挡着我？女子生产重地，岂能让外男男子去查看？魏延，你这般行径，传出去不仅坏了我宋家的名声，更是存心要毁了你长姐的妇德，你简直荒谬至极！世子，不好了，产房那边传话来，少夫人她血崩了！我就知道会如此。长姐胯骨狭窄，这一关哪里是那么好过的？宋灵安，快让开！再不让郎中进去，长姐就没命了！给我站住！女子生育孩子，天底下哪个女子不会吃些苦头？出点血罢了，一会儿自然就好了。你少在这里大惊小怪，存心出我宋家的眉头。宋灵安，那里面躺着的是你的发妻，她现在血崩，命悬一线，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！姑娘，奴婢真是瞧不明白了。这宋世子先前为了迎娶大姑娘，在府里闹得满城风雨。大姑娘可是他前世今生求而不得的宝贝啊！他现在怎么这般无情，岂能如此放任大姑娘去死？是啊，我也未曾料到，她竟能冷血至此。世子爷，不好了！少夫人她没了，连带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也没了。长姐，我可怜的长姐啊，你死得好惨！我明明带着郎中就在大门口，在门外苦苦哀求啊！是姐夫死活不允许我救你！宋灵安，姐夫你才是真正的恶毒之人！真是不配为人，竟眼睁睁看着自己发妻和亲骨肉一尸两命，平日里装得像个如玉公子，骨子里竟是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怎会这样？不该如此呀！前世他明明活下来了，怎会这样？不该如此呀！我可怜的长姐呀，你怎会落得一尸两命的下场？你死得好惨啊！姑娘，您快保重身子。若非宋世子死拦在门外，不让郎中进去，大姑娘何至于此啊？当真是宋灵安害死了魏家女。平日里瞧这人模狗样，没成想是个能眼睁睁看着发妻藤亲骨肉血崩而亡的畜生。小乖争气，定能高嫁。女子就要毛足立起高攀，我只能当妾，我的小乖一定要做牢门正妻。姑娘，姨娘先前闻讯大姑娘死讯，当场就昏厥了过去，这刚醒过来没多久，就成了这么个抱着枕头喊乖乖的痴儿。来人，将她关起来。小桃，这都怨姨娘自己。当年我母亲有孕生产，若非她故意跑去产房里多嘴挑衅，我母亲和弟弟又怎会双双送命？她害死了我的母亲与弟弟，还亲手养歪了庶姐。姑娘，奴婢知道您这些日子为了保住大姑娘，暗地里不知费了多少心神。是啊，饶是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到头来也没能拯救庶姐。不过什么？往好处想，庶姐今日死得早，往后便不必留在这京中，去经历那宋家即将到来的灭门之灾了。这对于她而言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好运呢？姑娘，这二皇子竟然今日凯旋回京了。奴婢记得先前各处传的消息，这仗怎么也得再打上1年半载的，没想到如今比前世整整早了1年。他如今回来，朝中的风水便要转了。姑娘的意思是，二殿下这回京之后，大抵是即将正式开启夺嫡之争了吧？暴风雨要来了，走吧，去准备一下。二殿下，我知晓你如今正需要银子，我愿意奉上绵薄之力。自母妃死后，世上再无人待我这般好。魏延，阿言，我此生定然不会辜负你。那些曾经欺负过你的人，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殿下误会了，我只是见不得殿下被埋没，也欣赏殿下的为人。我对殿下从未有过其他心思，况且我名声不好，殿下还是避嫌吧。阿言，我懂了，你一门心思为了我考虑，我如何能辜负你？且等我，很快我会让天下人不敢智慧你半句。姑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那二殿下到底跟您说了什么，竟把您吓成这副模样？小桃，你是不知，那二皇子
他竟然打起我的主意来了！二殿下他想娶您，这怎么可能？谁说不是呢？那相府的温如玉明明才是他此生的命定挚爱。我千辛万苦的设法把如玉寻回来，本是想着顺水推舟当他个大姨子，往后能得个庇佑。可如今他竟这般胡乱揣测，非要娶我。姑娘，若是当真入了那皇家，往后可有的熬了。正是这个理，那眼前的男子往后若是登了大统，必然会有3宫6院。那等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后宫，着实不适合我这般心善的女子。我刚才明明都搬出自己那恶劣名声来婉拒他了，谁知他竟以为我是在为他的前程和名声考量，反而更感动了。唉，姑娘，大喜事！二殿下当真奋发图强，不过短短数月，便在朝堂上将太子逼得毫无招架之力。就在今日一早，皇后与太子彻底垮台了。前世该发生的一切，到底是提前了。可不是嘛！听闻那作为太子一党死忠的国公府宋家，自然也是难逃灭顶之灾。整座国公府一朝倾覆。阿言，此人不值得，他让你痴心错付，他错把榆木当珍珠，活该落得这个下场。殿下，可否容臣女单独与他说几句话？前世到底夫妻一场，我想给他临终关怀。你是不是也回来了？我早就说了，我人美心善，不会害人。你们非不听。前世以你一人换取宋家满门，你算是大义赴死，还能给长姐殉情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唉，如今可好，宋府满门保不住，你瞧这事儿干的。幸好我躲得快。姑娘，刚刚刑部那边传来确凿的消息，宋家满门问斩，当真是一个也没保住。没有我，就是不行啊。姑娘，如今新帝登基，朝野上下都在议论着立后的事儿。相府这回可是立了从龙之功，听说相爷如今也正急着想将温姑娘送入宫中。大家都说温姑娘身为相府的真千金，如今是最有资格被册封为皇后的人了。可什么啊？因为这辈子发生的一切都比前世提前了3年，如玉今年才13岁，尚未及逼呢。哎呀，13岁确实太小了些，可若是陛下中意，新帝显然对他也并不感兴趣。那皇后之位岂不是要悬空？不知为何，我心中总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。魏姑娘，陛下已在前面等候多时了，陛下有旨，宣姑娘单独觐见。臣女魏延参见陛下。阿言免礼，朕今日特意召你入宫，单独在这御花园见你，便是想争取你的意见。可强扭的瓜不甜，苦果只会让日子更苦，各生欢喜，岂不是更好？皇上，男女之情迟早会兰因絮过，但知己之情永不消退。臣女视皇上为毕生知己，也将为皇上的宏图大业而鞠躬尽瘁。姑娘，您可算出来了，这跟陛下谈得如何？陛下可有松口？我也很无奈啊。姑娘，您生得这般美，如今又是相府义女，若是入宫为后，那可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尊荣，您为何死活不愿呢？虽然我贪财好色，但若入了宫闱，只怕会让别的嫔妃惶惶不可终日。姑娘，您这也太会打趣自己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我如此人美心善，旁人见了只会自惭形秽，我可不想搞得后宫血雨兴亡。皇上，你看，但凡我的商队所到之处，皆会插上大雍的旗帜。只要有我在，国库绝不会亏空，边关断然不会缺银子。我与皇上是知己啊，我会默默无闻的当皇上背后的女子，做皇上坚实的后盾。
姑娘，刚才在御花园里，陛下都被您的话感动得眼眶泛红了。奴婢实在想不明白，您既然都甘愿做陛下坚实的后盾了，为何就是不肯留下来，名正言顺的当他的皇后呢？知己是不能睡在一起的。姑娘，这算什么说辞呀？况且，外面那么多小郎居等着我解救，我如何能窝在后宫？姑娘，您这也太……如我这般伟岸的女子，该成为众多小郎君的倚仗。姑娘，自打当年新帝放您出宫，这一晃眼都快3年了。是啊，过得真快。咱们魏家阴盛阳衰，自打老爷治世之后，多亏了您带头走上了商路，才撑起了这偌大的家业。若我不立起来，由着他们折腾，魏家哪还有安生日子过？姑娘说的是，这还不到3年时间呢，您不仅成了咱们魏家说一不二的家主，更是兼了这大庸的皇商之首。如今谁见了您不尊称一声魏老板？姑娘，今儿个是帝后大婚的日子，可怎么偏偏在这个当前召见您入宫呢？如玉今年18岁，按规矩也是该入宫。这倒也是，不过说起来，温姑娘这辈子可比前世有福气多了。与前世不同的是，皇帝登基后并未扩充后宫，除却温皇后之外，如今这宫里仅有4位嫔妃，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，对她而言自然是好事。可不是嘛，温姑娘也并未经历什么激烈的宫斗，今儿个就直接当了皇后了。只是这大婚之日召您觐见，奴婢这心里总觉得有些古。臣女魏延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姐姐刚从西域回来，人都消瘦了，在宫里多待几日吧。王后所言甚是，阿言，朕也十分想念你。皇上，皇后，臣有要事与魏家主商议，事关西域边关，刻不容缓。姑娘，您可算出来了，真是急死奴婢了。姐姐，你日后莫要随便入宫，皇上的心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知道了。姐姐，萧左难免心思多，姐姐可得提防。罗战，你可闭嘴吧，我当真快被你吵得头疼死了。罗少将军，主子交给我就行了，你请回吧。罗少将军，将家主交给我。我送姐姐入府也是一样的。姑娘，倒是伙食有些心累了。您身边的瞧着这几位郎场面，可是为您争风吃醋了几10年，到如今竟是半点没变。没办法，都怪我过分人美心善。姑娘，您瞧瞧，今儿个连皇上和娘娘都微服私访来了，这满京城的权贵，谁还敢说咱们魏家半个不字？阿言，这一杯朕敬你。若无你在关外奔波，朕的江山断不会这般安稳。你当真是朕的毕生知己，能为陛下分忧，是臣女的福分。姐姐，如玉也在宫里日日为你祈福呢。往后姐姐可要常回京来看看如玉。好妹妹，姐姐省得。姐姐，明日商队启程，臣弟的10万大军已在城外候着了。这辈子，臣弟都愿做姐姐手里最锋利的刀。主子，至于某些只会动粗的人，主子大可不必放在心上。萧左的命，永远是您的。姑娘，您瞧瞧，这往后去西域的路上，您怕是又不得安生了。这2位主子这辈子算是栽在您手里了。唉，这能怪谁呢？自然是怪不得别人。
没办法，都怪我过分人美心善。